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与万茜、朱珠等人相比，白鹿出色的表现更加引人瞩目。不清楚何时起，国内现代剧领域男主角的角色日益重要，女主并不示弱，尽管家境贫困，看起来柔弱，但在职场上也能化身为果断坚定的女性领袖，仿佛通过这种方式就能制造出强强对抗的美学，观众因此产生了愉悦感。在影视作品中，职业女性成为了一个相当普遍的形象。恰巧国内电视剧中存在大量影视作品，导演在选角方面欠缺眼光，编剧连自己的剧本都读不通顺，展现出来的职业女性必须是光彩夺目、众星捧月的。网络一战像要打架。观看电视剧时发现了工伤问题，难道电视剧不需要承担责任吗？以爱为营，假职业女性。去年，一部改编自小说的电影《以爱为营》成为备受争议的热门话题。剧情中存在的逻辑漏洞以及女主角的选角完全无法支撑起剧中职场女强人的设定。简单来说，就是女配角具备实力，女主角拥有美貌。女配辛苦跑稿，女主靠男主上位；女配角备受主编青睐，女主角轻而易举地让主编反复改变主意。是不是相当炸裂？剧中希望展现一个不以外貌为重、立志逆袭的事业女性郑书意白鹿氏，站在那里就能看出她的气质远不如安月熙在徐雨玲中的表现。对不起，我选安月熙。咱们可以说，现在女主角这么容易当吗？编剧还需刻意塑造女主角形象，强行突出其特质。更加令人惊讶的是，整部戏剧中充满了一种极其扭曲的价值观，枝杈在女主角的脸上写上贪财、攀比4个大字。请问，2023年的国产电视剧争相争议着要回归上个世纪的束缚，是否让人感到别具一格？安月熙在剧中饰演的徐雨玲，同样是从一个小地方开始，经过不懈努力，最终登上了公司高层的位置。在传媒领域，这种经历也可以被视为一次成功的逆袭。安月熙曾在电视剧《花千骨》中扮演过堂宝的角色，在《旋风少女2》中展现出了出色的表现。这次扮演职场女性，竟然成为女主的典范，甚至有人在网络上开玩笑说，女主角就像一个杂役。据传，玫瑰的传说和以爱为名的服装设计师是同一人，两人并肩站立，身高差异显而易见，却像是皇帝的新装，只有观众能看见。在剧中，女主角的外貌总是被描绘为绝世美人，而她出色的业务能力却只能通过她口中的言语艺术来感受到。徐雨玲为了赢得首席采访的机会而辛苦努力，而女主角却毫不费力的就得到了这个机会。观众不禁感到困惑，这部戏究竟在传达怎样的信息？和所有言情偶像剧一样，这部剧仍然以各种工作为借口来谈恋爱。作为一名记者，女主似乎只需稍加努力就能赢得上司的喜爱，而 CEO 似乎总是没有太多工作要做。至于爱上女主、为女主布局谋划，究竟是因为被女主的品质所感染，还是喜欢女主仰视她的眼神？至于这部戏的第3个议题，涉及到男性主导的特点。除了女主被贴上职业女性的标签，毫无专业性，工作内容也无法摆脱对男性的依赖。男主的叔叔地位显赫，不容易接近，而女主则因为与男主的关系，获得了这种身份便利。不仅获得了其他人无法企及的采访机会，还神奇地将这项工作的成果归功于自己。换汤不换药，凭借自身的女配角色，为了争取登上头版头条，她不知疏通了多少人脉，连续努力了多少个星期，即使得到了主编的保证，最终结果仍然是徒劳无功。人们对女配角感到惊叹，
而无法与女主角产生共鸣，因为共情是打工人的必备技能，而不是天生就在罗马的特权阶层。职场女性并非生活在虚幻的彩虹中，她们默默地为了自己的梦想努力奋斗，与那些享受更多社会优惠的男性并无二致。尽管工作环境中充满竞争，但聪明的女性知道如何与他人建立友好关系，而不是轻易将他人视为对手，以免伤害他人的同时也损害自己。只属于她们独特的魅力，不应该被贴上某种不切实际的固定印象。而对观众造成伤害的事业型女性，以及争夺宠爱的宫廷女子，可说是不相上下。带着束缚的编剧也应该清醒了吧？可笑的是，电视剧本意是要展现玛丽苏式的浪漫爱情，却无意中揭示了职场中的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现实规律。玫瑰的故事，有嘴的苏更生。看看万茜扮演的苏更生，是时候让观众眼前一亮了。在那部戏中，苏更生对黄一梅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这是因为你不了解我们为了工作所放弃的东西。他刚踏入职场，便跟随着猪猪扮演的江总。他亲自表示，一个新入职的员工所接触到的领导，通常会对其职业风貌产生影响。很朴实，又句句在点子上。在剧中，苏更生经历了极为不幸的往事，很少露出笑容，但表面看起来冷漠，实际上内心十分柔情。经历磨难的他，积攒职场的动力，努力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领域。在剧中提及公司的规定时，苏更生轻而易举地找到了相关文件，可以看出他对工作非常认真。第一次见到黄一梅时，尽管她外表冷漠，但却愿意解开自己的领带来帮助他人，显示出她的善良。她并非刻板惯常地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两位讨论起向老板报销医药费的问题，直截了当讨论了应该遵循的程序，是否携带了足够的资金，简洁明了地交流了意见，一点也不会产生误会。有嘴的职场女性是这样的，影视作品中的角色通常喜欢塑造一个强势、聪明的职场女性形象，面对困难勇往直前，化解危机。她们也会面临一些普通人无法想象的挑战。《欢乐颂》里的安迪也是这样的人物。她们仍然无法摆脱被认为是超凡脱俗的现实。工作虽非生活的全部，但很多情况下却是谋生立命的基础。如果试图美化任何一种职业，就是违背了本质，变成了一种物化的符号，超越了其应有的意义，变成了炫耀和比较的手段。在处理职场问题时，实际上已经更加成熟。在剧情中，黄一梅察觉到情况不妙，坚持将空腹饮酒的上司送往医院，而上司并未因此对待女主有所改变。不论不顾她作为助理的身份，她的日常生活也并不那么矫情。即使是主管，脱下病号服后也仍需挽起袖子努力工作。黄一梅和江总的 PK， 就算是玫瑰的故事，对于职场的描写要达到最高水准，仍然有待提升。在剧情发展中，黄一梅和庄国栋的感情关系确立后，并没有选择隐瞒。黄一梅的领导很快就得知了这一消息，于是便发生了江总叫黄一梅到办公室的情景。一开始，黄一梅误以为自己和庄国栋过于张扬，导致上级不满意，于是立即承认错误。出乎意料的是，江总并非心胸狭窄之人，然而在谈话中突然改变话题，表明了自己的真正目的。竞争对手公司邀请了业界知名人士滕先生，江总也希望自己的蜻蜓公司能分享一部分利益。黄一梅的男友庄国栋正是曾经协助他们促成见面的那位人。在庄国栋留学期间，曾担任滕先生的助手。江总希望抓住黄一梅的这个机会，在商业竞争中取得优势。那黄一梅是怎么回答的呢？
首先要声明的是，我已经不在那个项目组里了，与庄国栋没有任何工作上的联系，我的上司也没有权利干涉我职责范围之外的事情。其次，表明个人观点，我并非打算利用情感，而且并不否认庄国栋在决策中的重要性，寻找竞争对手的弱点也不是明智之举。虽然只能另辟蹊径，向领导推荐一个备选方案，滕先生的联系方式。至于江总的选择，已经超出了他的考虑范围。不可否认，这一部分能够充分展现黄一梅的个性。一开始阅读这一部分时，笔者感到有些失望。由于剧中黄一梅的回答虽然合乎逻辑，但稍显荒谬。要了解，商业活动涉及的是人的心理，想要实现自我保护并非不可能，而是非常困难。不过，暂且不谈在实际生活中是否真的可以实现，在这一次的对决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站在对立立场的两个人，他们各自的思想核心。经验丰富、处事老练的企业领袖，碰上刚入行清新脱俗的职场新人，实在难以断定谁对谁错。这种人物形象可以说是比较真实的。当我们审视国内电视剧市场时，会发现即使是这种微小的真实缺陷，也几乎被摄像机的滤镜抹去了。在现实生活中，职场中所呈现的强硬态度，往往是无奈之举，但以此神话倒也不必。实际上是编剧的懒惰，导致原本应该丰富多彩的角色变得单薄。结语：事实，我们渴望在工作领域中表现出色的女性，是在为内心的自我确立一个楷模，希望自己能够拥有决心果断的勇气，敢于做出决断，应对生活的从容不迫。尽管明白生活并非完美，仍然勇于追求。随着影视作品对观众心理的深入利用，一场外表华丽的大戏正在上演，观众对这类作品已经逐渐失去兴趣了。让那些从事职业的女性保持脚踏实地，保持正常的生活节奏，这难道有多困难吗？